框架能力非常强，还有对头部的防守，包括整个节奏也是发展。KO 了，花一刚落有一个正击，太漂亮了！巴西猛将 KO 率高达100%，还自称铜头铁臂，结果惨被蒙国东乱拳暴打，开局一拳差点将老外 KO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这场中国与巴西的比赛正式开始。红色短裤的就是我们中国选手蒙国东，另外的那个就是来自巴西的维克托。那么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激动人心，两位都是 KO 率非常高的选手，可以说是中国 KO 王和巴西 KO 王的经典对决。那么这场比赛之前，维克托也是非常的不屑，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能被称为 KO 王的只能是他，还大声呵斥蒙国东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和我比？等上了擂台，我要把你的骨头一块一块的打碎。”蒙国东当时一句话都没说，但他对此的回应就是这一拳。我的天哪，刚开局就打得这么精彩，看来看你这个巴西选手赛前一副嚣张的样子，现在还能嚣张得起来吗？当也是 KO 高手啊，但是呢，抵不过蒙国东的重拳。刚才双方互换了好几个重拳。
是，然后对手的协调性就没，还有爆发力就没有他好了。是，稍微要僵硬一些。对，其实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的，你这个打出感觉了之后呢，怎么？赛前那副嚣张的姿态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，反而像个人肉沙袋一样被孟国栋乱拳击打，想要还手，但也实力不够。我要是这个维克托，那我一定非常难受了。有机会 KO 对方就不要留情了，不要留情。不过这个维克托也是毅力也非常强，是，加上意志力很好，坚持到第3局挨了这么多重击。其实，在心理素质上啊，打过缠麻的会觉得打拳套好像不是那么痛，比较不会怕。对，他是加上他的身体的这种抗击打，加上意志的能力，心理承受能力强，是撑得下，综合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素。哎呦，不错呀，这个维克托也开始发力了。果然，如果就这么简单的击败对手，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这里维克托应该是保有着和我们蒙国栋一样的想法，比赛到了现在，那就是要做最后一波，绝对不能在擂台上留下遗憾。也正是这样，他的进攻太犀利了起来，不知道蒙国栋能不能在这个时刻下坚持住。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吧。就说那个红方累了，其实常常双方教练都说对方累了，都会这样讲。对，要给自己的运动员，给己方的运动员加油打气。对，都是说啊，对方累了，然后加油。
好的，张立鹏一个华丽转身躲开了这个卡博尔的进攻。其实卡博尔这一个进攻真是一个小试探啊。不过张立鹏顶着谨慎的原则，还是来了一个华丽转身。不过毕竟也是因为对手是一位柔术高手，刚才的位置呢就有点要被逼近笼边的位置。要知道，对这些柔术高手来说，笼子边缘一直是他们发挥的最好地点。所以张立鹏的这个做法倒也是非常的谨慎啊。这个远距离的上勾拳啊。虽然远距离的上勾拳发力不太完整啊，但是有的时候会给对手造成一定的影响。猝不及防。对。漂亮！哎，这种立体式的打击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像这种上下结合的这种，在站立式格斗里面非常经常会见到。对。今天大鹏是制定技战术啊，现在看是非常不错的。对，两个人打到现在也算是试探了1回合1半的时间，可以看出来，在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，双方选手都有些按耐不住。但其实越到这个时候，就越考验谁更加谨慎一些。而我们张立鹏对于这种状况可是深有体会啊。上一次就是因为一时不慎，让这个卡博尔抓住机会，这才落败的。对方开始做这个近身，对，还有不到30秒。刚才是控制了大。即便是这样，双方在顶牛的一个态势下，腿下还有动作。有。两个人这手上这种很短距离的这个拳的发力，我们听的都是砰砰作响。对。好，大鹏主动撤出来。大鹏也可以尝试中高扫了啊。哎呦，卡博尔想要抱摔张立鹏，但是张立鹏瞬间调整好状态，那么结果就是这个卡博尔并没有得逞啊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卡博尔非常的失望，他以为这招应该是必胜的，结果没想到被我们张立鹏给挣脱开了。别的不敢说，但是5年来在摔跤上，张立鹏所做的功课那是非常深厚的。一个前手的摆拳，还好发力不是很完整。对。罗德里格的左腿不知道是不是有反应了。我们看刚才大鹏是用了几个
低位的这种反向的踹腿啊。对手这是又一次把张立鹏挤在了笼子边缘，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格斗比赛就是谁的拳头硬，谁力气大就能赢，但其实并。张立鹏点数输给卡布尔，就是在地面上，然后张立鹏吃亏吃了不少。是的，因为这个柔术系的选手啊，他绝对优势的位置。对。那个时候张立鹏才是一个20出头的，真的是年轻小伙子。是。卡布尔是拿住这个把位啊，不舍得撒开。对啊，因为如果要再分开的话，张立鹏在站立上对他的杀伤力太明显。好的，现在需要裁判过来指挥他们两个，这才分开了，不至于一直挤在笼子边上。而这个卡博尔经过了这第3回合开始的压迫之后，明显变得有些犹豫了。他这个时候已经有点摸不清我们张立鹏的本事了，而且他自己也可以说是绝招尽出，但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，也是非常的难受。这就是格斗擂台，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好，最后又有了，对，最后一局时间过半了啊！好漂亮，是连续的几记后手，对，有点打晃了。低手，还是要用低扫给自己创造机会啊。对。你看啊，我真的是很佩服卡布尔。你看他这个，虽然是全部都受限啊，节奏啊，身体的移动，但是他整个的这个意识啊，他一点不输。哎，又挤到了笼子边上，这个卡普尔怎么就是不放弃想要靠降服来打败我们张立鹏呢？而他之所以有着现在这样的状态，估计也是和他这个巴西柔术家的称号分不开吧。他应该也不想让自己这个柔术家的称号受到挑战。所以还是想要用降服来对付我们张立鹏，能不能进入到地面啊？双方从第1局开始进入到笼边就比较僵持。对，卡布尔的体能也不够。想要拿背，对。
这个张腾飞往前甩，在过去的比赛当中，张立鹏用过这个技术啊。我们看但是双脚一旦搭扣的话就很难。对，这个位置千万不要让卡巴尔倒，因为他2个手控制的张立鹏的腿。对，如果顺势倒的话，卡巴尔的位置会不错。是的。脚上搭扣，还有1分钟。好，一僵持，放弃了，换位置。因为卡巴尔知道再僵持下去，其实没有太大进展。对。注意看，眼前的黑人选手正在调戏中国姑娘，遭到现场裁判制止之后，非但不停手，竟然还当众殴打裁判。他是拳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混蛋，在过去的5年时间，竟然因猥亵罪被警方逮捕高达19次。习以为常的他，竟然还在被捕的时候听歌，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。经常在比赛镜头前作秀，表情狰狞，永远是一副夸张的诡异模样。甚至在比赛中上房揭瓦，炫耀自己的特立独行。比赛中他狠辣无情，下手极重，时常摔断对手的脖子来彰显自己天赋异禀的实力。甚至在击败中国选手之后，当众撅起自己的黑腚来挑衅和嘲讽，还撂下一句狠话：中国人是我见过最没有血性的一群东亚病夫，他们所谓的高手在我眼里不过是软脚虾罢了。他就是号称美国疯马的拳坛怪人查尔斯·本内特。可以看到这家伙一上场啊，就是拿着手机开着直播登上擂台，还在赛前大笑挑衅我们的中国选手。而我们的中国小伙巴拉金，来自内蒙古的中国轻量综合格斗运动员，表示一定要战胜这匹疯马，让他见识见识蒙古汉子的厉害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美对局，我们的中国小伙巴拉金大战美国疯马拳坛怪人查尔斯·本内特。具体比赛结果究竟如何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的，闲言少叙，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。可以看到啊，查尔斯连拳都不愿意接，哎呀，这个作秀的表情。我们的巴拉金是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正身位，是想给他摔下去。这个查尔斯还是实力很强的啊，可以看到这个力量上来说，不太好摔，反抗的很厉害。这个个性很强。巴拉金想压制他有些困难。查尔斯绰号疯马嘛，刚才你也看到了，在宣传片中这个查尔斯各种奇怪的行为。他出身于这个美国的贫民窟，甚至有时候啊，大家都觉得他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嗑药了，他吃药的感觉，整个人疯疯癫癫的状态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作为美国的拳坛怪人，他实力确实很强。好的，可以看到这个查尔斯的体能好像是有一些下降，我们的巴拉金也是成功压制住他。现在这个疯马也不着急啊。对，你看这个疯马确实是
很有这种将之风啊。对，这个大将中的这个另类啊。嗯，确实是在这个综合格斗界啊，对，有点这种综合格斗界的周星。哎呦，我们的巴拉金非常的不错，可以看出已经是死死控制住查尔斯了。这个巴拉金呢，出身于内蒙古，小时候家里是放羊的啊，经常是跟羊摔跤，地面作战是非常的强。这查尔斯是生活在这个美国贫民窟啊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摔，只能摔水泥地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论地面来说，应该是没法打过我们的巴拉金。要拿背做裸脚，但是破坏掉了。好，你看，典型的啊，分享可以等下位。真的对，一个人站好几分钟。对，大家就会想，这到底是什么人呀？这么长时间，所以就尤其关注他的比赛。对，每次都是戴着耳机，听着音乐，摇头晃脑，自拍的，哎，对，还玩自拍。好的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巴拉金虽然是拿到了正身位，但是占据不到什么优势啊。这个查尔斯不说别的，防守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的巴拉金是没有太多的进攻机会。好的，逼至蓝边，哎呦，不小心被查尔斯挣脱的可能性很大。就一样，对，去拱，给他手上给打好，特别压制。现在来说，这个东马还没有做一些实际的进攻动作啊。我们的巴拉金也是竭尽自己的全力在压制这个查尔斯。但是查尔斯啊，这个甭管别的，身体素质确实不错，他好像比我们的巴拉金还高一点吧。可以看到这个肌肉也是，很壮硕的。可以给他安一个。双马现在没有像样的拳呢，我觉得他一直在收着劲儿。对。可能也意识到。好的，逼至蓝边。再次拿到一个正身位，我们巴拉金可以开始考虑进攻了。啊，是想做裸脚是吗？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啊，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查尔斯啊，第19次被捕，也是因为猥亵罪嘛。他猥亵的是一个美国将近400斤的大黑胖子，结果被大黑胖子也是打地面压制住了。查尔斯也说这是自己一生的梦魇，也不知道我们的巴拉金能不能让他重现一回他的梦魇。不能把我怎么着？对。所以看巴拉金啊，充分的把这个时机把握好。对，没有太多的激动作啊。你看，地面转移很快啊。张老师所说的这个现象，我其实觉得70%、80%是有赖于风马。对，是他在控制这个，整个的比赛节奏是他控制。对。好的，目前来看的话，节奏依旧是在查尔斯这一面，情况不容乐观。虽然我们的巴拉金拿到优势位，但是这个进攻啊，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没有几次有效进攻。查尔斯也是在把控着这个整个比赛的节奏，不让你进攻，你就是做不到，有一些难受。你看，即便是过了腿，也不能做太多的动作。对，说真话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。我们的巴拉金火气也很大啊，进攻欲望很强，上来接着想跟查尔斯打一个地面。这个第一回合的话，确实是巴拉金不太占优，但是查尔斯的体能消耗的也很快。我们的内蒙古小伙们平时吃都是奶茶、牛羊肉长大的，体能怎么能赶不上这个小黑子呢？你看这个动作很放松啊，对，很发力是。到这儿，骑上去。这个位置风马给的太轻松了，对，送了这么一个位置。有个裸脚。好的，漂亮，打死角已经形成了。这个位置非常的棒啊，就看我们的巴拉金能不能坚持住，摁死这个小黑子。输了。太拖大了，10。看巴拉金的腰一直在往前拱。对。应该是有点晕过去啊。我们看看风马的手最后是软下来的。我们看一下，拍。
漂亮，拍手放弃比赛，让我们恭喜我们的巴拉金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这个小黑子啊，赛前这么的嚣张，也是受到了自己应有的惩罚，让他见识见识我们中国人的力量。可以看到，已经是被我们的巴拉金啊勒得不省人事了。漂亮，真是有血性的蒙古汉子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，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巴拉金第2回合59秒降服获胜。有请颁奖嘉宾，贵州喜酒销售公司山东片区总经理夏宏祥。